组协议出炉 ，TikTok 彻底被美国瓜分。在21世纪的科技商业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荒诞、如此露骨，却又被包装得如此正义凛然的商业并购案。美国政府对 TikTok 围剿，表面上是一场关于数据主权、国家安全和算法伦理的维护，实际上是一场血淋淋的帝国级抢劫。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股权重组，这是一场由华盛顿的政客负责控场，华尔街的资本负责私钥，硅谷的服务商负责趁火打劫，中东的是由巨头那头名状的瓜分宴会。12月19日 ，TikTok 正式签署协议，将其美国业务出售给由甲骨文、私募股权公司银湖资本和阿联酋投资公司 MGX 牵头的财团。该协议设立了一家名为 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 的新实体，该公司将由美国投资者控股和控制。根据协议条款，由甲骨文、银湖资本和 MGX 组成的投资集团将共同持有 45% 的股份，字节跳动现有投资者将持有 30.1% 的股份，而字节跳动将保留 19.9% 的股份为最大单一股东，另有 5% 股份未明确。在估值方面，既然 TikTok 最后没办法还是要卖，那至少也要卖个好价格才行吧。但美国却不断往下压价，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字节跳动的估值高达3000亿至4000亿美元，而 TikTok 作为其核心业务之一，其美国业务即便保守估计也价值500亿美元以上。然而，在这场被枪顶着脑门的交易中 ，TikTok 美国业务的估值被压到了极低的140亿美元，这已经不是抄底，这是明抢。美国不断制造出的封杀恐慌，直接成为了买方压价的最强筹码，估值由他们说了算。这里要注意的是，根据披露的协议细节，新的 TikTok USDS 公司字节跳动只保留了 19.9% 的股份。为什么是 19.9%， 而不是 20% 或更多？因为美国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侵害法案要求，外国敌对势力控制的应用比例必须低于 20%， 也就是说 20% 通常被视为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的临界点。低于 20% 意味着你只是一个财务投资者的角色，只能分红，没有话语权，不能决定公司方向，甚至连查看核心数据权限可能都没有。把股份精准地卡在 19.9% 是字节跳动最后的倔强，也是美国给出的最后通牒。这 0.1% 的差距就是从中资企业变成美国公司的法律界碑。对于字节来说，虽然保留了一张在美国市场的入场券，却被迫放弃了其辛辛苦苦培育出的万亿级市场的控制权。对于剩下 80.1% 股份的去处，才是这个重组方案最狡猾的地方。虽说这部分股权被一个所谓的美国投资者财团瓜分了，但这哪里是什么财团，这简直就是特朗普的朋友圈聚会。我们来看看这个名单，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的私人领地，也是特朗普在硅谷最铁的盟友。银湖资本，犹太资本与科技巨头的幕后操盘手，推特私有化的推手。MGX 来自阿联酋的石油资本，背后是阿布扎比皇室，出钱出力只为讨好美国。至于其他老股东们，包括泛大西洋投资、红杉资本、海纳国际等，这些本来就是字节跳动的早期投资人，现在摇身一变，从外资股东变成了美国本土控制方。所以这次重组的本质是将 TikTok 从一家全球化公司肢解为美国特许经营店，就像麦当劳中国被卖给中信和凯雷一样。在这场交易中，甲骨文是绝对的最大赢家，没有之一。拉里·埃里森这次是真把政治投机玩到了极致。早在2022年搞德克萨斯计划时，甲骨文就已经是大赢家了。TikTok 每年要向甲骨文支付约15亿美元的云服务费用。你想想，无论 TikTok 赚不赚钱，无论有没有广告，只要用户还在刷视频，数据就要跑就要给甲骨文交钱，这简直是在 TikTok 的大动脉上插了根管子吸血。而在新协议中，甲骨文的角色进一步固化，它不仅是服务商，还是股东，更是安全监管者。这意味着 TikTok 以后想换云服务商都不可能了。甲骨文彻底实现了供应商绑架客户的目的。为什么甲骨文能捞到这个好处？因为埃里森是硅谷极少数公开支持特朗普的大佬，他不仅出钱还出人。特朗普上台后自然要投桃报李，这次把 TikTok 这个大单子喂给甲骨文，既打击了 TikTok， 又肥了自己铁杆盟友，还没有法律风险，特朗普当然狠了一干。这也是为什么在所有潜在买家中，微软出局了，沃尔玛出局了，最后还是甲骨文笑到了最后。甲骨文的云业务长期排在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之后，它非常需一个体量巨大、流量惊人的标杆客户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如果能承载 TikTok 这种顶流级别的短视频并发流量，甲骨文就能向全世界吹嘘其云架构的高性能，吸引来更多客户。埃里森觊觎已久。如果说甲骨文是明面上的地主，银湖资本就是暗地里的操盘手。银湖的联席 CEO Egan Dorban 是华尔街的顶级掠食者，看看他们的战绩：戴尔私有化、马斯克收购推特、好莱坞经济巨头 WME 的资本运作。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混乱中低价收购优质资产，然后通过甚至暴力的手段重组获利。为什么是银湖？这里面有个非常敏感但必须说的点，犹太资本与以色列背景。在这几年的巴以冲突期间， TikTok 被美国反诽谤联盟和犹太游说集团指责为反犹主义的温床，因为上面的年轻人太同情巴勒斯坦了。银湖资本不仅拥有深厚的犹太背景，而且与以色列科技圈关系极其密切，让银湖入局实际上是安抚了美国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之一犹太利益集团。所以银湖的角色不仅仅是赚钱，它是来做舆论控制的。它要确保 TikTok 从一个不可控的舆论场变成一个符合美国价值观、拥护资本主义的娱乐工具。在这份股东名单里， MGX 无疑显得格格不入，一家阿联酋公司。
凭什么能参与收购被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资产？美国不是最忌讳外国控制吗 ？MGX 是由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和人工智能公司 G42 成立的。G42 以前跟中国关系很好，跟华为、华大基因等中国企业有很深入的合作。但2023年，美国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对 G42 施加压力，怀疑其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可能威胁美国利益，甚至威胁要制裁阿联酋，还要禁售英伟达的 H100 芯片。被美国一吓唬，阿联酋立马滑跪。2024年，在美阿两国政府的直接斡旋下，微软向 G42 投资15亿美元，并要求 G42 必须完全剥离中国技术，改用美国技术，而直到2025年11月，美国政府才正式批准向 G42 出口先进的英伟达 AI 芯片。所以这次 MGX 入股 TikTok， 实际上是阿联酋向美国纳的投名状，阿联酋出钱帮美国买下一部分 TikTok 股份，然后将控制权交给美国人。作为回报，美国给阿联酋出口先进芯片，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在这个股权结构中，字节跳动失去了运营控制权。新成立的 TikTok 美国实体将由一个7人董事会管理，其中大多数必须是美国人。这意味着，这家公司虽然名字还叫 TikTok， 但决策层已经被换成了听命于美国政府的代理人。除了股权方面的抢夺，这次交易中最荒谬、最反智，也最能体现美国霸权逻辑的，是关于算法的条款。协议规定 ，TikTok 美国版必须切断与字节跳动全球算法的联系，并在美国本土重新训练算法。从技术角度看，这不仅是愚蠢的，更是毁灭性的。TikTok 推荐引擎之所以强大，依赖于全球海量数据训练出的通用用户特征。这种跨文化的特征提取能力，使得算法能够极其精准地预测用户的潜在兴趣。一旦切断全球数据连接，仅使用美国数据进行重训，将面临严重的冷启动问题。首先，美国数据虽然多，但在全球数据池中只占一部分，失去了全球数据的协同过滤效应，算法对长尾内容和新用户的理解能力将大幅下降。其次是发现机制上， TikTok 最引以为傲的病毒式传播机制，依赖于极其敏锐的流量测试池。如果模型重置或者退化，新内容的挖掘效率将降低，初期平台将充斥着头部网红的重复内容，变得像 Instagram 一样无聊。既然分析了 TikTok 这个交易方案，就不得不提美国和西方这几年一直在炒作的认知战。北约和美国军方近年来疯狂炒作这个概念，他们认为现代战争的战场已经从海陆空太空网络延伸到了人类的大脑。在这种理论下，社交媒体平台就是武器系统，算法就是导弹，短视频就是弹药。谁控制了平台，谁就能控制敌国年轻人的认知，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必须拿下 TikTok 的原因。在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看来， TikTok 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 bug。过去几十年，美国通过好莱坞、CNN、Twitter、Facebook 构建了一套严密的全球叙事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美国永远是正义的，资本主义永远是正确的，以色列永远是受害者。但是 TikTok 打破了这个闭环。在 TikTok 上，美国年轻人看到了加沙被炸的废墟，看到了美国街头的芬太尼丧尸，看到了中国高铁的便捷。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绕过了美国主流媒体的过滤器，直接冲击了 Z 世代的认知。反资本主义、反美帝国主义在 TikTok 上的流行，让美国政客们脊背发凉。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对算法重训如此执着。毕竟让一国迅速溃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的国民对本国的一切失去自豪感和信心。TikTok 的遭遇给全球互联网公司，尤其是中国出海企业如 Shine、Temu 等敲响了丧钟。美国正在建立一套新的规则。以前我们说全球化是自由流动，现在美国告诉你，数据是新的石油，是国家资产，必须本地化。这也给全球南方国家提了个醒，如果连中国这么强大的体量都难以保全自己的企业，其他国家在美国这个数字霸权面前更是待宰的羔羊。